加拿大新国际学生可获得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这里是加拿大移民留学避坑指南，我是 Kelly。查看右上角，搜索微信号免费咨询。加拿大因其优秀的教育机构、国际信誉以及工作和移民的可能性而成为世界上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目的地之一。然而，加拿大成为国际学生最向往的教育目的地还有另一个原因：学费。该国有利的汇率和相对较低的学费使国际学生更能负担得起加拿大院校的教育。然而除此之外，加拿大政府还向国际学生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这是美国等其他理想教育目的地所没有的。事实上 ，Edu Canada 政府组织甚至有一个奖学金搜索工具，可以用来确定您是否有资格获得加拿大政府、外国政府和第三方组织的经济奖励。重要的资格考虑因素，请继续阅读，了解一些向在加拿大学习的国际本科生提供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请注意，对于以下所有奖项，除了每个奖项的具体资格标准外，学生还必须已在其本国的教育机构就读，该教育机构与学生将在加拿大就读的机构有有效的学生交换计划。申请时尚未在加拿大专上院校就读学位、文凭或证书课程，不得持有或正在等待加拿大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的申请，和不能已经参加过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奖学金计划，包括他们正在申请的特定奖项。此外，国际学生在加拿大就读的学校必须是指定学习机构里，因为他们是加拿大唯一有权接收国际学生的教育机构。为新国际学生提供的联邦奖学金和助学金。加拿大留学奖学金。加拿大留学奖学金的目标是通过吸引不同群体的国际学生参加学习或研究交流项目，增强加拿大高等教育机构的机会，并使其多样化。该项目的经济奖励范围从本科水平的10200加元为期4个月每一学期，到研究生水平学习的12700加元为期5到6个月。为了获得资格，候选人必须是有效国家或地区的公民，亚洲国家、孟加拉国、尼泊尔、台湾、欧洲国家、土耳其、乌克兰、中东和北非领土、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摩洛哥、突尼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坦桑尼亚、乌干达。是任何符合条件的国家或地区的专上机构的全日制学生，和有责任在提交申请时以及整个交换项目期间向相关机构支付学费。加拿大东盟奖学金。加拿大东盟奖学金和教育发展交流 SEEDS 计划由加拿大政府于2017年8月6日宣布，为来自东盟成员国的学生提供在加拿大高等教育机构的短期学习和研究机会。该计划特别关注支持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领域。这里的经济奖励范围从本科水平的10200加元为期4个月每一学期，到研究生水平学习的12700加元为期5到6个月。这些奖项的资格要求包括持有东盟成员国公民身份，包括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LPDR 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或越南。申请时是东盟成员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全日制学生，和目前在申请时和整个交换计划期间正在向该机构支付并继续支付学费。美国新兴领袖计划。2009年，加拿大政府推出了美洲新兴领导人计划，旨在促进美洲人力资本开发和培养未来领导人。该项目的经济奖励范围从本科水平的8200加元为期4个月每一学期，到研究生水平学习的11100加元为期5到6个月不等。为了有资格参加该计划，学生必须是来自符合条件的国家或地区的公民及加勒比地区、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圭亚那、海地、牙买加、蒙特塞拉特、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中美洲：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南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
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有资格。候选人必须是符合条件的国家或地区的专上机构的全日制学生，和候选人必须在申请时以及整个交换期间向其所在院校支付学费。获得上述任何奖项的学生可以将奖学金用于签证或学习、工作许可费、最直接、最经济的航线的机票、健康保险、生活费用，例如住宿、水电费和食物、地面交通，包括公共交通通行证和学习或研究所需的书籍和用品，不包括计算机和其他设备。联邦政府还为博士后和研究生、来自中国、美洲等的学生提供其他奖学金。此外，许多的利还为其国际学生提供经济奖励。国际学生可能同时有资格获得这些奖励。